女人熟练地摸了摸男孩的喉结。和女人睡过觉没有啊？睡过。睡过？和谁？小时候和我妈。女人被逗笑了，这是水生第一次见小姐，她不会料到以后的人生将和眼前这个女人产生纠缠不清的关系。刚从乡下来到上海，投奔六叔的水生，第一天就被带去见世面，来到一个仓库进行交易。水生笨手笨脚，想要帮忙，却被六叔喝止。没过多久，二楼传来枪声，对方全被灭口。水生首次见识到了上海滩的江湖险恶。路上，六叔警告水生，在唐老爷手下做事，时时处处都要懂规矩，说话办事都有大学问。唐老爷是上海滩老大，乐于提携唐姓本家人，因为水生姓唐，这才有机会被六叔引荐。第二天，水生就被领到了一栋灯红酒绿的大楼里，这里是唐老爷开的夜总会。胆怯的水生有点不知所措。忽然音乐响起，一个红衣女子惊艳出场，柳叶弯眉，桃花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配上诱人的舞姿，让水生看直了眼。六叔向水生介绍，这便是大上海歌舞皇后小金宝，唐老爷花费10年时间调教出来的尤物，而水生的工作就是服侍这位大小姐。六叔带着水生来到后台，将他介绍给小金宝。水生呆傻的表现逗得小金宝哈哈大笑。乡下来的土娃子连打火机都用不好，小金宝顿生不悦。六叔卑躬屈膝，慌忙道歉。听说水生也姓唐，小金宝不屑地说道：“姓唐的没一个好东西。”之后，六叔又将水生带到唐府，给水生小心介绍。戴墨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唐老爷，油头粉面的是宋二爷，人称军师活诸葛，满脸凶相的胖子是郑三爷，冲锋陷阵他最狠。忽然电话响了，原来二爷在仓库灭口了于胖子的手下，他来兴师问罪来了。老爷眼珠一转，责备了二爷2句，便匆忙离去，帮他擦屁股。可等候多时的小金宝却不乐意了，黏着老爷撒娇，非说他去会女人，做事要把老爷扳指捋下，免得送给别人。看到美人为自己吃醋，老爷乐开了花，当即把玉扳指大方送给小金宝。两人这番操作，水生又见识到了。老爷走后，无聊的小金宝又开始调教水生。我是谁呀？水生。冲枪！帮忙老水乡巴佬，水生。呆笨的水生被调戏得晕头转向，一脑袋撞碎了小姐卧房的玻璃。女人画上口红，提上肩带，等着情人的到来。男人偷摸溜进，急切摸上女人的肩膀，顺手摘下花瓣，在手中使劲揉捏，好像在暗示着什么。偌大的一栋别墅，只住着小金宝一个人。水生被安排住在楼梯下的小隔间，门口有个铃，只要铃声一响，水生就算正在撒尿，也要马上憋回去，上楼服侍小姐。水生听后很生气，自己再怎么卑贱，也不能这样被使唤，就对六叔说要回乡下。六叔一个耳光扇过去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家大少爷？吃不得委屈，怎能在上海滩立足？怎能出人头地？晚上，水生酣然入睡，小姐却将他的门反锁，悄悄溜了出来。原来他早和二爷有一腿。第二天，唐老爷带着于胖子来捧场，特意嘱咐小金宝换上红衣服，唱那首最撩人的艳曲。果然，于胖子看呆了。唐老爷可是别有用心，一桌子男人用各种污秽言语评论着小金宝。台上的小金宝犹如一只供人观赏的金丝雀，在笼中尽情的表演。晚上，水生听到楼上传来吵闹的声音，他上楼查看，依稀听出是二爷想让他出卖身体，帮他坐上老大的位置。平日里游戏人间的歌女，此时却极度崩溃，一次次被心上人出卖，对于女人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。第3天，几声枪响把水生惊醒，他摸爬着来到楼下，恍惚中满眼都是血红。六叔惨死，老爷告诉他于胖子寻仇，六叔替他挨了刀，临死他都没闭眼。当晚，水生就被叫走了，他们一路奔波。唐老爷为躲避追杀，带着亲近的人藏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。他叮嘱管家，任何人不得随意上下岛，否则杀一儆百。这个岛上只住着一个寡妇和她的女儿阿娇。这个女人真奇怪，一身村姑的打扮，头巾下却是一张浓妆艳抹的脸。没人能想到，她就是上海滩最受追捧的歌舞皇后小金宝。她并不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她将在这片荒岛上犯下难以洗刷的罪孽。包养她的唐老爷不
不得不带着心腹在这个孤岛上避难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寡妇大嫂便带着女儿阿娇来送饭。管家见小阿娇水灵可爱，笑呵呵的给她喂饭吃。朴实的大嫂以为大户人家就是和善，可她不会想到这个精明的老头原来是怕饭里有毒。小金宝见到小阿娇，忍不住打趣道：“这哪里像乡下人的女儿，简直就是他小金宝的女儿。”得知大嫂守寡多年，小金宝便试探着建议，让她带着阿娇去上海陪他，他会将阿娇捧成第二个小金宝，将来找个上海人嫁了，母女俩日子绝不会差。大嫂是个老实人，只想安稳过日子，便婉言拒绝，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，年后就会成家，还说自己不是富贵命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就知足了。傍晚，老爷终于出了房门，大嫂带着小阿娇来拜见，老爷瞬间被小阿娇的模样镇住了，情不自禁的嘟哝：“和当年的小金宝真像啊！”一旁的小金宝若有所思，他仿佛是明白了这狡猾老头肚子里打的算盘。大嫂走前，老爷特意嘱咐多烧几个菜，今晚二爷和三爷要来。傍晚的芦苇丛中，正在拉屎的水生不小心听到了附近有人密谋谈话。二爷不是说用刀吗？你别管，死皮嫩肉的，弄破了就不好玩了。他吓得裤子都没提好，一把推开老爷的房门。小姐，有人要杀你。老爷满脸堆笑，让水生说清楚究竟谁是凶手。水生将眼神投向二爷，小金宝简直不敢相信，曾经用心爱过的人居然要置他于死地。老爷却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地开始拆穿老二的阴谋。你还以为这几天我躲在屋里头等清醒？本月初3，于胖子请二爷吃饭，在一品香密谋。第二天晚上，也就是初4，老爷中了埋伏。唐老爷能混到今天的地位，自然不是糊涂人。就连二爷与小金宝的私情，唐老爷也是了如指掌。8月初6，派在二爷身边的人说，当天晚上，二爷第一次上了小姐的公馆，以后去了很多次，都记下来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唐老爷的计谋。老二号称小诸葛，却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事到如今，小金宝只得苦笑，趁机讽刺二爷几句。二爷再也坐不住了，破口大骂。听着他一声声咒骂，周围的人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，每个人都笑得意味深长。大雨滂沱，二爷被活埋，小金宝也免不了一死。死前，他请求老爷放过大嫂母女，可老爷却因为他和大嫂谈过心，认为大嫂知道的太多了，已经提前下手灭除了隐患。小金宝彻底看清了这个老头的可怕，大骂一声扑过去。水生看到小姐有难，挣脱束缚冲了过去，却被手下推倒在地。第二天，水生醒来，正被吊挂在船上。小阿娇求唐老爷把水生放下来。爷爷，把水生哥放下来吧。阿娇啊，你养过狗吗？没有。好狗都得调教。水生知道自己的下场，要么成为老爷的忠实奴才，要么就永远闭嘴。接着，老爷告诉阿娇，要带她去大上海，那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很明显，老爷这是想把小阿娇培养成下一个小金宝，一颗新的棋子又诞生了。